石路清就剩下这些东西了，本打算把它烧掉的。这过几天呢，新房客就要搬进来了，我先上外面等着你们。不过你们啊，不要待得太久了，下午我还有事儿呢。哎，大婶儿，哎，姐姐，姐姐，你是在叫我吗？对啊。哎呦，公子真能说笑。姐姐，我看你也就比我大几岁，叫姐姐，那不很正常吗？哪儿啊，我都是40多岁的女人了。不过，他们说我不像。看不出来，那真看不出来啊。姐姐，姐姐，可是没上房的。哎呦，公子好眼力呀！干嘛让文君这个时候过来？他很聒噪。下回你去啊，你就说等着看吧，至少给你打个对折。是吗？对啊，那可太谢谢公子了。公子啊，仪表堂堂，一看就是个贵人。对，姐姐，那个石路清住进来之后，有没有跟什么人密切来往过啊？没有。自打他住进这个宅子啊，我就没见过他跟谁有过来往。平日啊，都是独来独往的。那他去世之后，有没有什么家属过来询问过？哪有什么家人呢？我就没见一个人来给他收拾东西。哎呀，我都怀疑呀，他是个孤儿。那谢谢姐姐了。那您先去忙吧，我到时候有事再问你。好，那我就上边等着了啊，你们慢慢看，不着急啊。哎，谢谢姐姐，哎，谢谢姐姐，谢谢姐姐。不谢。哎呀，君儿啊，啊，你可真是讨人喜欢。能帮到你就可以。赶紧找线索，赶时间呢还。我帮你们找。哪里赶时间啊？你们过来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石路清的房间如此简陋，看起来家里应该不是很宽裕，但这块玉的品质却是极好。中间这个位置好像不是自然形成的。我看看，这好像属于贺派。贺派？南国啊，有一个特别大的戏班子，他们掌门人姓贺，我之前去看过几场戏。我听说他们掌门人特别爱惜弟子，说只要是他的弟子，每个人都送一块刻有贺字的玉佩。难道这石路清是贺派弟子？这倒是一条有用的线索。哎，九霄城里找不到与他相关的人，南国可以啊。对呀，是吧？俊儿，你可真是见多识广啊！你可别再夸我了。难道不是我找到的这块玉佩吗？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找线索。这外面会有什么线索啊？这院子也没什么不寻常的呀。你是不是有什么新发现啊？我不告诉你。哦，哎呀，韩殿下，你也很厉害。你看看，你明察秋毫，机智过人。你快跟我说说，你是不是真的有什么新发现啊？也很厉害。最厉，你最厉害，最厉害。哎呀，起开！就是这个。这不就是一普通的花架吗？这个很多人都喜欢在上面摆一些花花草草啊，这有什么？那里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花架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这里有2个一模一样的花架，而且里面的花也是同时枯萎的，这就说明2间屋子里的人是同时离开的。有可能，他们2个人之间会有什么关联？我上去看看。哦，那我去问问房东大婶去。哦，不对，是姐姐。姐姐，你看这个人，油嘴滑舌的，没一句实话。你这分明就是偏见，俊儿挺机灵可爱的。怎么着？那你喜欢他呀？我没有。你别瞎说，喜欢这种词不可以乱用的。那你不喜欢他？
也不是，啊？反正不是男女之情的那种喜欢，就是朋友之间的那种喜欢。哦。姐姐，那间房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。啊，那间呐，那间也是我的，空半年了。半年前呐，租客是个年轻男子，对，是个奇人，是个奇人啊。但是我没发现石路清跟他有来往啊。那人叫什么？可有通关文牒在你这儿？是通过牙郎租的，名字我记不太清楚了。前期也没那么紧张啊。再说官府也没说非要押租宅子的通关文牒呀。那个奇人有什么特征吗？好像挺高大的。对，他走后我收拾房间的时候，我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手环。你等着，我去给你们拿啊。手环？就是这个。怎么跟你手戴的一模一样啊？是不是你们两个认识啊？柯云茶跟我说，他的手环丢了。他不是也说，曾经有一个前租伴侣，而且还离开他了。柯云茶，陈老板，陈老板有危险，他现在人会在哪儿呢？他这个时候应该在西厢堂里。走。哎，我呢？告辞，姐姐。公子慢走啊！请问，你们陈老板在哪儿？刚才好像也看到他了。看到陈老板了没有？他好像是出去了。他出去了。你确定他出去？不对，人在里面。你们陈老板在哪儿？在后台道具间呢。昨天才打扫过，怎么这么多灰尘啊？明火粉。怎么了？明火粉遇到火就会爆炸，难道我去看看？等一下，我去，待着别动。韩章，你嚯，这件更糟糕了。这是哪个王八羔子搞的鬼啊？这是！翠儿啊，小翠儿，把这间给我打扫干净了。这。快把火烛灭掉！快！韩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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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苏学尉，这里危险，我们快走！我不能等，你快去督察卫报案，让他们来救人！快去！韩章，你在哪儿啊？韩章，你快出来呀！韩章，你在哪儿啊？韩章。
不可能，季总不是很厉害的吗？怎么可能随随便便死掉呢？安正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快点出来！你告诉我你没有事情，听到没有？安正，笨蛋，你在找什么呢？陈老板，陈老板，走，陈老板。安正，你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你死了呢，你吓死我了！笨蛋，我这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吗？你哭什么？你怎么一会儿叫我傻瓜，一会儿叫我笨蛋的？都什么时候了？你这人怎么还那么讨厌？别哭了，原来你还挺在意我的。我在意你。娘，那怎么样才算是喜欢上一个人啊？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你自然而然就知道了。你现在跟我说说嘛。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变成你最牵挂也最惦记的那个人。你呢，就会整天想要见到他，想要和他亲热。只要想到他，就会忍不住开心起来，想与他分享所有的鸡毛蒜皮的小事。因为那个人的存在呢，一成不变的生活好像变得有趣多了。你会在意他任何一点小情绪，会享受他对你的好，并且想对他更好。会害怕失去他，因为喜欢上一个人便再也无法习惯没有他的生活。原来喜欢一个人是这样的感觉啊！行了，别哭了，我又没受伤。你要是伤心的话，我也会难过的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不是，疼吗？哦，不疼，不疼。那只手呢？也不疼。怎么能成这样？你以后不准扔下我一个人，自己去做那么危险的事情了，你听到没有？不是，你先松开。刚刚要是带着你的话，爆炸的时候我都顾不上那个陈老板了，我就只想着怎么救你了。下次再遇到这种事情，你给我躲得远远的，不要再做拖油瓶了，听到没有？哎呀，疼！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快，搜一搜，看有没有炸死人。是。王爷，我，丫头，姨夫，过来，走吧。来，哎呀，姨夫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跑到道具间来了？怎么样？有没有炸伤哪儿？哦，
我没事，就是手上受了一点小伤。陈老板呢？命皮实着呢，在那嚎，让我们把他送到医馆去。义父，今日除了陈老板，西厢堂的每一个人都不能走。放心吧，丫头，这个西厢堂已经被我们的人团团围住了。在这儿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嫌疑。怎么回事啊？这道具间怎么炸起来了？胡爷，先让西厢堂所有人到前院集合吧。好，走。你了解的情况就这么多？对，就这么多。在这儿别动。好。那你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吗？下一个，石榴青是柯云茶的恋人，那这爆炸会不会是柯云茶干的？殿下，我差点又失去你了。不是好好的吗？起来。还好你们俩没事。这件事究竟是不是你干的？我干什么了？你跟石露清的事情，我们都知道了。所以你以为刚才的爆炸是我造成的？我不顾你的死活，也要找陈老板报仇是吗？好，我信你，但你必须告诉我，你究竟还瞒了我什么？我自会告诉你的。此事或许是……我知道，爆炸的确不是柯云茶所为。老胡，哎，西厢堂所有的人都在这儿了吗？都在了。哦，那个陈老板不在啊。不对呀，我记得还有一个驼背老人家，好像还是个哑巴，他怎么不在？说的是道具老张，对不对？我看见他刚才，刚才看见他出现过呀，怎么就不见了呢？他没有不见，他只是做了完美的伪装。爆炸就是你所为，对吧，张老头？他张老头？怎么可能？不过我好像确实没有见过这个人，是咱们西厢堂的吗？没见过他，没见过。哎，你不说我都没注意，一个陌生人怎么会穿上我们西厢堂的戏服啊？因为他要用大大的戏服藏住张老头的衣裳。没错，就是他。小姑娘，你是怎么认出我的呢？刚才我进院子的时候，发现张老头的身上沾了很多的粉末，这很有可能是他准备爆炸的时候沾上的。当我们问到陈老板在哪里的时候，他却告诉我们在戏院外，这明显就是想把我跟韩正给支开。不过这一切都不足以证明就是张老头所为，直到我发现张老头凭空消失，而我却在人群当中发现了一具生面孔，那个人就是你。在下南国贺家戏派之主贺于琴，石露清是我的女儿。那就有劳贺先生跟我们回一趟督察卫，还有柯云茶，我们也需要你的配合去查证，请吧。这边。贺玉琴，一桩桩的说吧，除了爆炸，你还有什么事没交代的？跟我们耍花招是吧？
你别以为你不说话，我们就没辙。你还想让我认什么罪？我一起认了便是。哎，我说你，你。贺先生，先喝口茶吧。贺先生，虽然你现在身处督察卫，但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你不要把我们的对话当成一次审讯，而是当成一次倾吐吧。我知道石路清身上发生了很多不公的事情，所以才让您一步步走到今日。您一定有很多话想说吧？这位姑娘，你看上去应该跟我家青儿差不多大吧？每当我看到跟她年纪相仿的姑娘都还在继续着自己的生活，酸甜苦辣一一体会，而我的青儿却带着绝望，早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我便更加憎恶那些毁掉青儿的凶徒。所以说，你是为了给石路清报仇，才伪装成了道具张老头，在西厢堂谋了一份差事，默默调查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哼，石路清，一个到现在我都还不能够习惯的名字。这是他离家出走以后改的。小女本名贺清，乃是南国贺派第4代的长女。我贺家上下都对她抱有很大的期待。而青儿，她自己也很努力，没有她唱不了的角色。我也一直以她为荣，她却偏偏喜欢上了一个奇人。你是说柯云茶？我贺家也因为他抬不起头来，我甚至以断绝关系来恐吓他，他竟离家出走了。可是贺先生，你想过没？钱其烈向来都不受到大家的看好，可是他还是宁可对抗一切，都要跟柯云茶在一起。这就说明他已经想清楚，并且可以承担所有的后果。你这样逼他，只会让他喘不过气来。或许吧，到现在，我也是非常的后悔。半年前，我听说九霄城出了一个一夜成名的替绝名伶，承袭的正是我南国贺派的长枪。我便放下了手中所有的事情，赶到了九霄城。可终究还是晚到了一步。我的青儿竟然从城楼之上一跃而下，我甚至连她最后一面都未曾见到。我怀着丧女之痛，四处的打探来的却是青儿她名声不洁，与许多男人都有瓜葛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她是我的女儿，我最了解她。青儿是个洁身自好且又专一的好孩子。这其中一定有蹊跷，可我又没有别的办法，我只能伪装成了张老头，藏身在
西厢堂中，打探青儿真正的死因。从一开始的心愿闹鬼，到任风阳被杀，都是你所为。我想了许久，怎样才能够让害死青儿的人自己露出马脚？于是我想到了让青儿还魂的这个办法，来查探个人的反应，而其中反应最大的，便是任风阳的婢女小梅。是姐姐，是我对不住你。若那日我取消了和你的约定，你或许就不会走到这一步了。你生前我们关系最好了，你不要恨我。谁？原来是你啊！我没事，我就是太害怕了。你说，我如果每天都给施姐姐烧一些纸钱的话，会不会让她在地下能好过一点？每当我听到别人说施姐姐品行不端、自作自受的时候，我都特别难受，因为我压根不相信她是这样的人。她不可能主动勾引任先生。那天晚上，一定是任先生强迫了她。那天晚上，我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。我的宝贝女儿是为何从城楼之上一跃而下？因为她被一个畜生玷污了，用如此下作的手段得到她，又羞辱她。这样的人不该死吗？华中县排演的那日，我在任风阳的梨汤中下了药，令他突然失声，腿脚发软。他所听到青儿的唱腔，实则是我模仿出来的。他若心里没有鬼，怎会对青儿的唱腔如此的害怕，以至于从高台上跌了下来？那陈老板呢？你是如何知道他也欺辱了石路清的？我本以为杀了任风阳就是给我家青儿报仇了，可谁知道小梅却突然死了，却是一个毫不相干的绸缎商人周广林所为。我觉得一定与青儿的死有关。哎，你们督察卫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吗？哎，我们并不是说要抓你，只是想请你回去问几句话，不要反应这么大，配合些，我们也无需动手。你到底要问什么？在这儿不能问吗？那我问了啊，你是不是和周广林一起欺辱了石路清啊？你胡说！我先前亲眼见到陈老板要石路清给他做刑了，石路清很干脆的回绝了。我终于弄清楚了事情的真相，知道青儿是含着什么样的冤屈和绝望从城楼上跳了下去。周广林害死了小梅，按大钱律例，他难逃一死。可陈老板呢，就让他这样逍遥法外。我不甘心，我怎能甘心呢？所以所有的布局都是你一个人做的？那不然呢？柯云茶，你也知道他在九霄城吧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我跟一个奇人合谋？这件事从一开始，我就不希望这个奇人跟青儿在一起。
当初若不是他勾引我家青儿，怂恿他离家出走，我青儿何至于落此下场？我的女儿，她的仇我来报，我用不着一个奇人帮助。所以，石路清死了以后，你执意留在九霄城，就是要查清楚他的死因是吗？你知道那种滋味吗？原本我们相依为命，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。可是突然有一天，他一整日都郁郁寡言，以泪洗面。我就在旁边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我发现我每追问一次，就会加重他的痛苦和悲伤。估计啊，他是怕你知道了真相之后，会做出一些冲动的事。我本想着就这么陪着他，时间久了，或许就好了吧。可是突然有一天，他跟我说想吃糖饺子。回来以后，我便只看见他的绝笔信。他说他想解脱了，请我原谅他。所以，你并没有跟石路清的父亲合谋。后来我以谋差事名义，频繁进入喜香堂，其实就是为了查清楚青儿的死因。可谁知，有人制造了青儿还魂的假象，还杀了任凤阳。之后，我便一直跟着你们，直到一点点接近事情的真相，才知道，原来是青儿的父亲。这么说或许你们不信吧，不过无所谓了。青儿不在了，我怎么样都无所谓了。柯院长，我信你。柯云茶，我也信你。我先把口供给严总使看看，啊。需不需要我在这陪你啊？不用了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可惜呀，最后就剩一个陈老板，却被你们给救了。你们到底是在维护公道，还是在纵容罪恶？我们向你保证，我们一定会拼尽全力，找到陈老板的罪行，让他即刻伏法。一个强暴罪，能判几年？能换回我青儿的命吗？我要的是他死！我要的是他死！何先生，我理解你的痛苦，但是你不要冲动。你想过没有啊？即便你杀了那个陈老板，那又能怎么样呢？还不是白白搭进了自己的性命。我知道，这个世间上可能没有什么鬼魂，没有什么往生。报仇本就不是为了告慰死者，而是让活着的人心里能够感受到一丝宽慰。我现在唯一的心愿，就是让他死。陈伯良之死，便是天道不公，苍天无情。我贺于琴死不瞑目，我贺于琴死不瞑目。之前卷宗上是不是还有一些事情？这儿好像有记载，你看，这个案件和那个一定有关啊。韩殿下，韩殿下啊，韩征，为什么还不能把柯云茶给放了？他现在刚刚知道陈老板对石路清做的事情，我担心他一冲动再去找陈老板寻仇。所以，你打算这么一直关着柯云茶吗？当然不是，
那个陈老板也下得够强，刚才他还说想要出城躲几日。以督察卫的办案流程来说，就算没有证据的嫌疑犯，也要看押12个时辰。所以等明日陈老板一走远，我们就把他放了。这便是你们前国的律法吗？陈老板这般淫邪奸恶之人得不到惩戒，柯云茶明明什么都没做，却要被当成嫌疑犯关押。我也是想着保护他。那个陈老板做的那些事情，我一定会找出证据，将他绳之以法。但是在此之前，我一定要防止柯云茶冲动行事，免得害了他自己啊。还有就是，毕竟现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万一，我是说万一啊，万一柯云茶和贺于琴是里应外合呢？贺于琴故意担下一切，目的就是为了让柯云茶去杀了那个陈老板，这好像也不无道理啊。而且他那么爱石路清，所以你还在怀疑柯云茶？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万一，你听不懂人话，你那么凶干嘛？你一天到晚都在讲办案讲证据，可现在呢，你根本就没有证据证明柯云茶跟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，但你还是怀疑他，到底是因为他跟石路清是恋人关系，还是因为他是个奇人啊？你又来了，动不动就要牵扯千妻两族。没错，而且我告诉你，如果他想杀了陈老板的话，昨天晚上便可以动手，根本不需要等到今天。我们奇人如果想杀死一个前任的话，轻而易举，根本不需要大费周章。我不跟你说了。哎，苏九儿，啊，九儿，哎，怎么了？我怎么又凶他？就不能别那么冲动吗？哎，干嘛呀？干嘛呀？这是又和九儿吵架了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？吵什么？你吵了之后，他难受，我看你心里也不舒服吧？我舒服得很。行了，韩小子，你老跟我们家九儿较什么劲呢？你让着他点不就行了吗？哄他一顿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不是，凭什么我哄他啊？难道男人天生就是要哄女人的吗？火气还蛮大。你说的也有那么一点道理，啊？凭什么，对吧？凭什么咱们当男的总是得让着当女的呢？不过话说回来了啊，一般女子还倒罢了，要是自己喜欢的女子，那你要是不宠，那就有别人宠喽。谁啊？哦，不是，什么自己喜欢的女孩子？没听懂。装，继续装，你个憨小子！你喜欢九儿这件事情，我告诉你，天知，地知，我知，所有人都知。就那个傻女儿，她自己不大知道。而且我告诉你啊，九儿心里有你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我家这个丫头啊，在感情方面的问题呢，不太开窍，她还没反应过来。让不让老哥哥我帮你开导开导她？可那又有什么用呢？大家都说我们不可能在一起，一个前人，一个奇人，是没有结果的。扯犊子！什么前人、奇人，身份、地位都是狗屁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喜欢他，他喜欢你，这就是最重要、最难得的事。接着说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往往都是你喜欢人家，人家不喜欢你。你对他有情，他对你无意。碰上两个两情相悦的人，那是天大的缘分呐，韩小子，你就别再拧巴了。哎，没准啊，你就河水噎死了，没准我老胡活得比你长。我就打个比方啊，就是说明天会发生什么，我们是不知道的。我们要在乎今天，要珍惜眼下。
给哥倒茶。哎，来，胡爷，请。